当全球市场的目光集中在英伟达最新发布的财报和芯片参数时，很少有人留意到决定未来3年全球人工智能算力产能分配的另一个关键节点，正落在新加坡。前不久，存储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宣布了一项重大投资计划，决定投入240亿美元，在新加坡雾兰扩建先进封装设施以及 NAND 晶圆制造厂。结合阿斯麦近期大幅上调的2026年销售预期来看，人工智能芯片的市场需求量已经大幅度超出了现有的产能供给。在半导体产业进入纳米级物理极限的今天，产能的扩张不再仅仅是购买设备和建设厂房，还需要高度整合的上下游供应链配合以及稳定可靠的基础设施支持。新加坡能够在这个关键时期承接如此庞大的资本转移，依靠的正是过去几十年积累的产业基础和精准的政策导向。根据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发布的数据，预计到2025年，本地半导体产业的产值将达到1602亿新元。跨国科技巨头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纷纷选择在新加坡进行大规模投资，其背后的逻辑建立在长期的政治稳定和严格的法律制度之上。联华电子已经宣布投入70亿美元，在本地建设22纳米晶圆厂。格罗方德也在持续扩大其在新加坡的生产规模。新加坡目前的定位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加工制造环节，成为全球供应链中立且关键的生产节点。在整个东南亚的半导体版图中，马来西亚的槟城侧重于传统的封装测试，而新加坡则凭借雄厚的资本实力和科研基础，牢牢占据了晶圆制造、高端封装以及设备研发的产业链上游位置。两国之间形成了一种互补的区域分工网络，进一步增强了跨国企业在本地投资的信心。玉郎集团在全岛规划了多个专属的晶圆制造园区，这些园区不仅提供了定制化的水电设备，还通过物理空间的集中，降低了企业之间的物流成本。半导体制造对水和电的消耗量极大，新加坡公共事业局通过新生水技术和海水淡化，保障了工业用水的稳定供应。能源市场局也在不断优化电网结构，确保晶圆厂能够获得不间断的电力支持。这种由政府主导、跨部门协同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大幅度降低了跨国企业的隐性运营成本。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同样是吸引高科技投资的关键。在新加坡设立研发中心和先进制程工厂，企业不需要担心技术泄露或专利纠纷得不到公正裁决。完善的普通法体系和高效的国际仲裁中心，为跨国资本提供了法律层面的确定性。当前全球人工智能算力面临的主要技术瓶颈是处理器计算速度与内存数据传输速度之间的不匹配，业内将这种现象称为内存墙。大型语言模型的训练和推理过程需要处理海量的数据参数。以目前主流的人工智能模型为例，其参数量已经达到了数千亿甚至上万亿的级别。传统的内存架构在面对如此庞大的数据吞吐量时，会出现严重的延迟问题，直接限制了图形处理器的计算效率。为了解决数据传输延迟的问题，半导体行业开发了高带宽内存技术，也就是 HBM。 这项技术主要通过硅通孔工艺，将多个存储芯片进行垂直堆叠，从而在有限的物理空间内大幅增加数据传输通道的宽度。在堆叠过程中，微小的温度波动或对齐误差都会导致整个芯片模组报废。根据吉邦咨询的市场研究数据，目前全球高带宽内存的产能缺口达到 50% 到 60%。 掌握先进封装产能，就等于掌握了当前人工智能硬件生产的核心环节。在这个技术领域，新加坡本地的科技企业也占据了一定的市场份额。总部位于新加坡的初创企业 Silicon Box 专注于面板级封装技术，预计在2025年将出货1亿套先进封装产品。这家企业没有选择投入巨资去竞争2纳米或3纳米的先进制程晶圆制造，
而是专注于先进封装这个高附加值的产业环节。这种发展路径符合新加坡一贯的务实经济策略，即不盲目追求全产业链的覆盖，而是集中资源在特定的高技术门槛环节建立竞争优势。通过在先进封装领域的长期投入，新加坡在全球人工智能供应链中的地位已经从传统的代工制造提升为关键技术标准的参与制定者和核心组件的供应商。面板级封装技术允许在更大的矩形基板上同时处理更多的芯片，相比传统的圆形晶圆级封装，能够有效降低单位生产成本并提高产出率。Silicon Box 在但宾尼建设的制造工厂已经投入运营，这标志着本地企业在先进封装赛道上具备了规模化量产的能力。跨国巨头与本地创新企业的共存，构成了一个多元且充满活力的半导体生态系统。面对土地资源有限、人力成本较高以及中央公积金等生活成本压力，新加坡半导体产业的应对策略是通过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技术来提升生产效率。本地科技企业 Six Sense 开发了基于人工智能视觉技术的缺陷检测系统，用于优化芯片制造过程中的质量控制。人工智能算法可以在毫秒级别完成高精度的图像扫描和分析。这项技术的应用使生产周期的效率提升了 30%， 同时将该环节的人工成本降低了 90%。 为了在下一个10年的技术竞争中保持优势，新加坡的科研机构和企业正在进行更底层的技术研发。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运算量激增，导致传统铜线传输数据的能耗和发热问题已经接近物理极限。如果能够大规模应用光电转换技术来降低数据中心的能耗，不仅能提升半导体产业的竞争力，也有助于缓解国家整体的碳排放压力和能源焦虑。为此，新加坡半导体产业协会投入了800万新元，专项研发硅光子技术。格罗方德目前已经与本地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合作，成立了硅光子卓越中心。在该计划的指导下，政府承诺在5年内投入250亿新元用于科学研究和创新转化。科技研发资金被精准投放于具有商业转化潜力的前沿领域，特别是先进制造和工程技术。南洋理工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等高等学府持续为半导体行业输送具备材料科学和电子工程背景的研发人员。微电子研究院等国家级科研机构则在基础研究与商业应用之间搭建了桥梁，帮助企业降低新技术的研发风险和前期投入成本。回顾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史，从早期的转口贸易、橡胶与锡矿的集散中心，到今天的先进封装和硅光子技术研发基地，主要的产业形态一直受到全球经济格局变化的影响而不断演进。美光科技的240亿美元投资，不仅体现了跨国企业对新加坡供应链稳定性的认可，也反映出全球科技产业分工正在经历深度的结构性调整。在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普及的现阶段，新加坡正通过系统性的产业升级，在新的全球供应链中确立自身的位置。对于本地的就业市场而言，半导体和人工智能产业的扩张将直接带动微电子工程、数据分析、精密制造以及高端物流等相关领域的专业人才需求。政府推出的技能创前程计划正在资助在职人员进行技术培训和知识更新，以确保本地劳动力能够适应产业升级的要求。面对全球范围内的技术变革，普通人需要关注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并适时更新自身的专业技能。在半导体制造高度自动化的今天，工厂对传统流水线工人的需求大幅减少，但对能够维护精密设备、优化生产算法的工程师需求却在急剧上升。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带来财富的重新分配和产业格局的洗牌。您认为在当前的科技发展趋势下，个人应该如何调整职业规划，以适应未来的市场需求？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您的观点。请订阅本频道，并
并开启通知功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